接下来呢，那咱们就来聊一聊晕。很多人我这样一转头我就头晕了，这和咱们的颈椎有什么关系吗？怎么和常见的其他的头晕，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耳石症区分开来呢？有关系。医学上我们常称这个颈型头痛啊，叫颈源性头晕。它的最大特点就是与颈椎这个刚才说的这个头的位置，变化比较有关。比如说你在回头找东西，或者抬头看这个高处了，或者低头看一些系鞋带的时候，突然出现一种这个眩晕，眼前发黑，或者是看东西甚至有些模糊。但是保持一会儿又能慢慢的缓解过来。这和另一种老年人常见的一种什么耳石症啊，它有一些区别。这个耳石症的头晕啊，通常是天旋地动，它就是不做这些动作，它也在感觉房子在动，我的床在动，持续时间也很短，一般就是10几秒到1分钟吧。但是症状非常的明显。往往与这个特定或者单一的一个姿势变动，如大部分是躺下或者翻身的时候，它会出现。而颈源性头痛啊，它是那种晕晕乎乎，站立不稳那种感觉，眩晕感不像那个前旋地动那种感觉强烈。但它跟它不一样的就是它还伴有一些其他部位，比如说肩部啦、颈部的一些肌肉的一些酸胀，疼痛不适有关。那我总结一下您刚才跟大家聊的这个要点哈，就当我们转头或者说仰头的时候诱发的这种昏沉，或者说不稳的这种感觉，要重点去怀疑是不是咱的颈椎出了问题。但是如果说我们在特定姿势下突然出现的剧烈的这种天旋地转，则有可能是我们耳朵里的小石头掉错了位置，那就是人们常说的耳石症。当然了，头晕的原因呢非常复杂，最终呢还是要靠咱们的医生来判断。那最后啊，我们再聊聊这个脚踩棉花杆，听起来让人觉得非常的害怕啊。刘医生，这到底是哪种情况呢？为什么特别的危险？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知识？这个脚踩棉花杆啊，其实是一种感觉，更准确的描述为就是一种，行走不稳，就踩不实，就腿软了嘛。对，感觉这个地面啊，它不是硬邦邦的，它感觉就是，高一下低一下，坑坑洼洼的，其实是脊髓性颈椎病一个典型的一个表现。如果我们临床上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大夫特别的重视。这可以说是比较一种。最需要警惕，也是一种严重的一种类型，因为这个疾病是需要马上诊治的。是因为什么？我们的脊髓啊，是大脑向全身传递指令或者接收感觉信号的一个，刚才说到电线，它脊髓是一个高速公路总干线，它病变压迫到了脊髓，它不是刚才我提到了单单的压迫到一根支路上一根电线上，它是这个主干高速公路上设置了一些路障，后果就是大脑发出的所有的下肢的，包括上肢的一些走路的指令就不会传下去了，或者是传到障碍或一些错误的信号，它就感觉到地面的那种感觉，它就传不回来了。我这种走硬地那种感觉，它反馈回来可能是觉得发飘、没根儿、笨拙，就像踩了一堆棉花走一样。比如除了走路不稳，还可能伴有这个双手，这个尤其是扣扣子啦、写个字啦、拿笔啦，不太稳当。两个腿啦比较坚硬，有一种束带感，就是像勒脖子、勒，就像腰带，就感觉不松弛，对，紧绷绷的。对，就像有一条带子一样束着这部分皮肤一样。严重的有时候如果影响到这个鞍区，就会严重到大小便。这个就比较严重了。为啥呢？是因为脊髓的损伤，它往往是不可逆的，它不可能通过各种方法修复。
因此一旦出现这类症状，我们大夫几乎就视为一个需要手术、需要就医的一个最高的一个警报了。那其实在这里哈，刚才您也跟我们大家聊到了一个非常危言耸听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哈，请大家一定要记住咱们刘医生的话，脚踩棉花杆不只是简单的乏力，它可能是我们颈椎问题里边最危险的信号之一，是脊髓这条总干线已经被压迫到了的警告。那么如果咱们自己或者家人出现了这种情况，不要犹豫，不要观察，请立刻前往正规医院的骨科或者脊柱外科就诊。刘医生啊，其实呢，我们很多中老年的观众朋友们经常说呀，哎呀，我年纪大了，脖子不好，很正常。那么中老年人的颈椎病和年轻人相比，您认为到底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？这个问题啊，切中了要害。这个年轻人的颈椎问题啊，主要原因大多是这个姿势不对。长期这个低头。现在不是看手机吗？导致这个肌肉的这个劳损、曲度有改变，它属于一种功能性问题，结构破坏的相对比较轻啊，它比较年轻嘛。而中老年人的颈椎病啊，核心还是退行性变，就是我们说老化，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人到这个年龄了，它就有些老化。这种老化它是就是日积月累的，主要这体现在哪儿？椎间盘，就是脊柱的那个软垫儿，水分丢失了，干枯了，弹性变差了，就没有弹性了，变得比较薄了。周围这个肌肉韧带了，它就比较松弛了，或者是水肿肥厚了，它没有劲儿了，就是没有韧性了。甚至这个脊柱的骨骼边长出了一些小毛刺儿，就是骨质增生。它为啥要长这些骨质增生呀？因为那些肌肉或者这个弹性变弱了以后，它就通过这个骨头加强骨质相对性的应激性的就会找平衡，它就会长出一些额外的骨头来弥补这些，这就形成了骨质增生。这些都是结构器质性的改变，就是人到了这个年龄，这个解剖位置发生了改变。所以那我想问一下啊，您刚才说的这个增生，是不是就是咱们老百姓常说的我这边长骨刺了？对，就是骨刺。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我这儿长了个骨刺。其实专业术语就是骨质增生。比方你提到大夫说骨质增生了，就跟你说的骨刺是一样的。所以这个中老年这个颈椎问题啊，往往这个病史比较长，症状呀比较顽固，类型啊比较不是单一的。刚才我提到的那4种，常常是这几种混合起来的。那其实简单的说，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啊，咱们年轻人的问题呢，大多是用坏的。对，比如说您刚才说这个姿势不对等等，可能我们在生活中的习惯不是特别好，对吧？那我们中老年人的问题呢，多是老化的，也就是您说刚才这个形成的原因非常的复杂，我们用的这个时间也非常的久，对吧？那其实呢，年轻人和中老年人在这方面的问题，它的根源是不同的，所以呢，我们相应的处理和预防的侧重点肯定也不一样，对吧？对，